美国陆军即将在年内敲定黑鹰直升机的继任者，贝尔公司的 V280 轻转旋翼机和西斯科机公司的 SB-1 挑衅者共轴直升机，究竟哪一款能够赢得最终胜利？这两款机型都是美国陆军未来远程突击飞机项目的竞争者。该项目计划取代的对象不仅包括美国陆军数量庞大的黑鹰，还有美国海军的海鹰以及海军陆战队的 UH-1Y 一休眼镜蛇，可谓野心不小。作为 FLRAA 的两个最终候选方案， V280 和 SB-1 为了追求更高的速度和更远的航程，都采用了超脱传统直升机的全新技术。其中 V280 是由贝尔研发的第3代轻转旋翼机，于2017年12月首飞，创造了305节巡航速度的记录，不仅远高于美国陆军所提出的要求，也超越了其原本280节设计巡航速度。由于 V280 是在 V22 鱼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也被外界戏称为 V22 鱼鹰之子。特别是其平台核心技术轻转旋翼系统更是脱胎于 V22 鱼鹰，而其机身的设计则是借鉴了 UH-60 黑鹰直升机，尾翼则一改传统，采用了有利于降低结构重量和减少飞行阻力的外倾式微型尾翼。V280 的两具旋翼系统和变速箱整体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之间转动，其3片式机翼不可折叠，发动机为2台 T64J1 419大功率涡桨发动机，单台输出功率可达4750马力。机翼、机身和尾翼大量应用了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V280 机载电子设备中最抢眼的是装有一套类似 F-35 战机上使用的分布式孔径系统，配备有低可视性环境系统和防撞地系统，各传感器探测的图像拼接起来就是一个连贯的画面，使驾驶舱中的飞行员和运载舱中的战斗员可以通过头盔瞄准或特制眼镜进行360度观测。由于 V280 机身的设计借鉴了 UH-60 黑鹰直升机，因此其内部空间和黑鹰差不多，可搭载4名机组人员和14名成员，吊挂有效荷载 5.44 吨。虽然 V22 这类轻转旋翼机被认为是一种革命性变化的飞机，但其实在一开始，美国陆军并不看好贝尔公司的 V280 方案，因为 V22 鱼鹰近3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过于沉重，并且为舰载而设计的折叠机翼结构导致造价过高，用其取代10吨级的黑鹰直升机并不划算。因此，美国陆军曾一度拒绝轻转旋翼机的发展计划。但轻转旋翼机相比于常规直升机，其具有后者难以比拟的速度以及航程，这些优势对于美国陆军具有强烈的诱惑。并且贝尔公司的 V280 相较于鱼鹰，其更轻更小，结构上也更简单，技术上相比鱼鹰也更成熟更先进，并且贝尔公司研制的 V280 仅由美国陆军使用，不需要上舰，所以对尺寸的约束要求降低很多，因此没有鱼鹰那样的折叠机翼，大幅度降低了结构重量以及机械结构和液压系统的复杂性。正是得益于技术进步和需求的变化，才使得 V280 项目能够顺利进行，并成为最终的竞争机型之一。V280 在结构上最大的改进就是发动机短舱没有像鱼鹰那样和旋翼一起联动旋转，而是保持固定的水平状态。这种设计克服了鱼鹰旋翼转向角度有限、转动惯量大以及机械结构复杂的问题，降低了发动机进气不稳的风险。同时，发动机尾喷流向后而不向下，还避免了发动机尾喷流对地冲刷，造成对机降作业的干扰和对机身两侧空间的影响。因此 V280 能够配备传统直升机的大型侧门，有利于人员顺利地从侧门登机离机，也为在侧门安装武器打下基础。除了在结构上有大幅改进外， V280 在材料、工艺和装配技术上也进步巨大。其机翼蒙皮与翼类采用交接工艺，传统的蒙皮横条结构被大型单元碳芯技术代替，整个机身蒙皮只使用了3个金属垫片，其金属框架结构外均贴合了复合材料，其全碳纤维主桨叶片可靠性更高，空气动力性能更好。相比美国陆军目前使用的黑鹰直升机， V280 不仅速度更快，续航能力更强，有效荷载还更大。
能够将更多、更重、打击能力更强的武器及时投送至战场，将大大提升美军陆军的战场突击能力。而飞行速度更快意味着 V280 拥有更强的生存能力。通用直升机在战场上常常会遭遇敌方地面火力打击，速度越慢，被攻击的可能性越大。而 V280 拥有远远超过传统直升机的速度，能够快速通过危险区。同时，更快的速度也意味着更强的支援保障能力。对于战场上输送人员和弹药物资、后撤伤员、战场搜救工作的效率有极大的提升。与贝尔公司的 V280 一同竞争的就是西斯科基 SB-1 挑衅者直升机，其采用共轴反转刚性旋翼加推进螺旋桨的结构，于2019年3月进行首飞。尽管进度上要落后于贝尔公司的 V280， 但 SB-1 的共轴反转刚性旋翼加推进螺旋桨技术在之前就有了很多年的经验。作为技术渊源的 X2 高速直升机早在2008年8月便已首飞，后续还研发了 S-97 进行技术验证。这种设计在同一轴线上安装两副旋转、方向一正一反的旋翼，与其两旋翼的转向相反，其产生扭矩在航向不变的飞行状态下相互抵消，因此不用安装用于平衡反扭矩的尾桨。而共轴双旋翼结构本身存在一个严重隐患，就是上下旋翼可能会出现互相碰撞的情况，导致坠毁。SB-1 的双旋翼被做成固定式刚性旋翼，只负责垂直起降与悬停，前进的动力则被交给尾桨。这种复合动力使得 SB-1 成为一款高速直升机，时速能达到245节。虽然比不上 V-280 的速度，但与美军现役的直升机相比，速度提升巨大。例如现役的 AH-64 阿帕奇最大速度为158节， UH-60 黑鹰最大速度为159节。这样的设计另外的优势就是生存能力。在战场环境中，很多直升机坠毁都是被击中了尾桨，导致无法平衡扭矩，最终失控摔向地面。而共轴双旋翼直升机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被击中尾桨，也能够维持直升机的正常飞行，就是航速会下降到150节左右，但即便是这个速度，也与现役的直升机速度相仿。同时，刚性旋翼的设计使得 SB-1 的响应速度更快，并且当其旋翼停转时，不会像传统直升机那样耷拉着垂向地面，因此不会阻碍后方车辆和部队的正常通行。SB-1 全长 18.5 米，旋翼直径 17.25 米，机身整体又窄又长，能够有效降低迎头中弹的概率。驾驶舱可以容纳4名机组人员，成员舱则可以携带12名士兵或者其他货物。发动机采用2台支奴干同款的 T55 涡轮轴引擎，单台输出可达4867轴马力。未来量产后还将更换为通用电气的新一代发动机。为降低被红外识别到的概率，发动机排气口被设计为扰流格栅，并加装了副进气口。虽然 SB-1 最大速度比不上 V280， 但在武器挂载方面却能让 V280 自愧不如。SB-1 机鼻下方安装一门20毫米的加特林机炮，并且抛弃了传统5直的外挂设计，转而采用隐身战机使用的侧弹舱。除此之外，还能够配备地狱火导弹。V280 则受制于轻转旋翼的外形，尚未配备任何武器。那么对于美国陆军而言，究竟哪一款直升机能够最终获胜呢？火力军做个不负责任的猜测，西斯科基的 SB-1 方案最可能会成为最终赢家。首先是 SB-1 的尺寸和黑鹰类似，这意味着其能够适配美国陆军现有的基础设施，可以让陆军方面省下改造基础设施的成本。毕竟预算有限的3等人能省一笔是一笔。虽然 V280 的尺寸也能够放进美国陆军现有的机库，但实际上 V280 还有82英尺宽，比 SB-1 宽了 50% 还多。能把这玩意儿装进机库，就好比把手塞进了一只又小又紧的手套。放当然是放得进去，但显然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V280 最大的优势是比 SB-1 飞得更快，且高速性能更好，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美国陆军对于高速性能的需求到底有没有比悬停性能和低速性能的需求更大？在悬停和低速性能方面， SB-1 要优于 V280， 这是因为 SB-1 的旋翼尺寸更大。SB-1 有2副共轴反转的53英尺直径主旋翼，而 V280 是2副横列式23英尺直径主旋翼，
在两者起飞重量一致时 ，SB-1 的桨盘荷载要比 V280 低得多。这样的设计具备一系列的优势，诸如更小的下洗流强度、更强的悬停效率、更出色的低速操控性和稳定性等。而美国陆军的直升机始终是要着眼于陆军，也就是说，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之间的紧密协同与配合，高速能力达到预定门槛就行。更高的飞行速度更像是在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但悬停和低速性能则是航空部队与地面部队紧密配合的关键要点，因此对于地面部队而言 ，SB-1 更合适。此之外，另一个问题则出在 V280 自身上。当 V280 的旋翼处于直升机模式或者轻转过渡模式下的时候，发动机短舱前面就有一个开口区间，这个开口区间将会在发动机运作时吸纳大量的灰尘进入到发动机短舱。贝尔的设计师们一直在考虑如何关闭这个开口，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可行的方案。从美军在中东的一系列作战行动经验来看，发动机吸入太多灰尘会对发动机的正常使用和寿命带来严重的影响，直接导致维护费用的大幅度增加。V280 这个大开口的设计如果不能够妥善解决，后面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持续性的问题。综合考虑而言，似乎造型更加传统的 SB-1 更适合接替通用直升机的位置，但无论美国的陆军最终选择哪款，都将标志着美国在直升机领域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其他国家想要追赶上来将变得更加困难。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哪一款直升机将最终获胜？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